第7集，失宠嫡子韬光养晦。原本欲无缘此行去往襄州，结果半路听闻白风夕竟在马王堡，不由想起皇朝对他夸赞有加，也想着过来看看传闻中的天下第一奇女子。果然，白风夕并未令玉无缘失望，甚至对他饶有兴致。白风夕亦是久闻玉无缘盛名，二人相谈甚欢，显然冷落了旁边的黑风夕，令他醋坛子打翻。如今师父白建德已妥善安置，服过伤药再无大碍，白风夕邀请玉无缘一同前往，反而令黑风夕脸色变得更臭。即便是回去的路上，白风夕照样对玉无缘夸赞不停，甚至吐槽黑风夕只会算计天下人，不像玉无缘是为天下人算计。黑风夕得知白风夕约玉无缘明日在芝山见面，心里格外不是滋味。隔天早上又看到玉无缘专门买了蜘蛛簪，准备送给白风夕，于是故意发问天人玉家何以未能天人永寿，而这句话正是说明他玉家每代活不过30。到了约定时间，白风夕只身前往天之山和玉无缘见面，先是感谢对方出手相助马家铺，紧接又向他发战书，决定要一较高下。玉无缘为此很是意外，从未料到今日之约竟是为了比武，不由感慨天下仅有白风夕这般，才可称之为奇女子。由于白风夕已将玉无缘当作朋友，自然不会动手，所以决定比轻功，先到湖对面者为胜。黑风夕站在不远处目睹全程，总算是落下心头大石。至于白风夕和玉无缘同时落地，最终打成了平手。告别玉无缘之后，白风夕独自回到住处，小师妹白郎华笃定他对黑风夕有意，吓得白风夕紧张不已，急忙捂住白郎华的嘴巴。正巧此时白建德从外面进来，考虑到断魂门元气大伤，所以便想着要去拜访老友，通知白风夕先带师弟师妹们回去。今日早朝雍王宣诏，安排大殿下入吏部，二殿下入工部，三殿下则是进入户部参赞。凤家长老不解其意，但是凤七无非常清楚雍王是想借此机会考察3位殿下，毕竟他3人出身相差细微，只能从弦上论柿子。正好工部侍郎出自凤氏一派，所以凤七无立马前往兰溪宫面见，表示今晚会在天黑之前将相应卷宗送到府上。由于黑风夕与风长之间兄弟情深，凤七无专门叮嘱黑风夕切不可感情用事，世子之争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奈何黑风夕一再强调大哥对自己照顾有加，无论楚魏争夺如何惨烈，风长永远都是他的兄长，而他要对付之人只有风举。随着黑风夕去工部赴任第1日，风举已带领户部人马强行闯入，声称自己奉王命撤扎工部账目。尚书郑奎表现慌乱，在面对黑风夕的质问时，不得已道出去年雹灾导致工部都监的巡城城墙出现问题，因唯恐主上犟嘴，不得已挪用一笔50万的银业巨款，正是雍王100年之后的山陵银。眼下情况危机，容不得黑风夕再去深究，于是亲自出面与风举斡旋。眼看着对方坚持要追查，于是不动声色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银票，直言银业不好保管，所以才在当时逐一兑换。由于风举伪造王命，郑奎等人趁机上奏雍王，以其假传圣令在前，安插罪名在后。黑风夕自然是知道父王有意包庇风举，于是先顺水推舟做个人情，直言风举年幼初犯，尚且可小惩薄戒，至于户部尚书百里衡则是不可轻饶，犯有失职之举。雍王见其他大臣纷纷附议，不得已下旨削去百里衡的职位，并且惩罚风举退出户部闭门思过。近日连江河水暴涨，黑风夕向雍王请示，准备带上几位工部郎中前去修建河坝，雍王欣然允诺。直至早朝散后，众臣为此议论二殿下着实厉害，常年多病还能如此精明，居然将王后一派整得元气大伤，甚至在殿上故意提及嫡庶尊卑，分明是要借着嫡长名分压制风举。正因风举的如意算盘落空，钟离猜测他定会心有不甘，以后难保再生暗害之计。当天晚上，大殿下风长主动来找黑风夕，埋怨他对付老三没有事先告知自己，
临了没能看到对方吃瘪的模样，但是黑风息一再否认自己从未想过对付自家兄弟。白风息等人走水路回天双门，奈何他运船严重，修九荣贴心送来橘子油，反而引起白郎华吃醋。其实白风息早已看出白郎华与修九荣互生好感，所以劝说师妹身为江湖儿女，不要拘泥于害羞。黑风息出巡之日正逢巨浪，本是乘船前往德城，怎料途中遭遇杀手，故意将甲板损毁，最终导致人仰船翻。风举听闻手下擅作主张暗害二哥，不由火冒三丈，尽管每日与黑风息斗个不停，可从想过要取其性命，而他自知事情已经发生，为了自保立马回宫，以免引起父王怀疑。如今德城已派出全部兵马搜寻黑风息的下落，可他自幼便是严重恐水，这一点是兰溪宫众人皆知。所以当白风息发现黑风息时，他已昏迷不省人事，也因溺水受寒，伤及肺脉。黑风息迷迷糊糊抓住白风息的手，口中喃喃喊娘不要离开，这句话令白风息深受触动，没想到平日里腹黑的狐狸竟会有这般脆弱不堪。